你家里有没有遇到过买回来当初长得很好，慢慢就不长的多肉？你家里有没有遇到过多肉的土和根都已经变成一团，一提就拉出来的情况吗？你家里有看到过褐色的根系从花盆盆底长出来的情况吗？你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吗？你知道这些情况要怎么处理吗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片头问题的答案是，多肉需要翻盆修根，最晚3年也要做一次，否则多肉不长是好的，死亡的可能性极大。那么具体要怎么翻盆和修根呢？今天就详细介绍一下，内容一共有3点，最后一点通过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处理的细节，例子涵盖90%的问题，看过了以后就都懂了。如果你有类似的困扰，或者还不会修根的，我强烈建议你看完本期免费内容，一定对你帮助很大。最近几乎每天都会给自己的肉们翻盆、换土、修根，也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事，顺便整理了一下，结合以前收到大家的许多疑问，一并解答。为什么需要翻盆换土？首先说一下翻盆换土的原因，我自己种的这些多肉，大部分都有3年以上没有翻盆换土，而在之前的配土中，由于混入的粗沙颗粒里含有细沙较多，土壤基本上都结成了板块，拿出来是一整坨。在换盆的时候也发现，这些结板的土壤，新的根系无法再扎进去，老的根系也都枯死。如果再过半年不换盆，肉们可能陆续都会开始腐烂死掉。而之前配土中也有一些纯颗粒与泥炭土混合的，这样的配土相对还好一些，虽然也结板，不过浇水后根系还是可以继续扎进去呼吸的，影响不是太大。但这样的土大多都有根粉介壳虫或者介壳虫寄生，所以不管怎样都需要继续大换血一次了。这次配土把以前买回来的木炭粒都用上，混了一些泥炭土直接种的，花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才换完小盆，大盆换不动。但后来发现松软成分太多，肉的根系长得很好，叶片也很肥，但颜色上的慢，所以决定又挖出来再换上颗粒土。好了，细节从这里开始。首先介绍一下木炭颗粒，有园艺种花专用的，生根确实霸道，再配上无菌无虫的泥炭土，如果家里还有赤玉土，混入5%到10%，这土简直就是上天为多肉生根准备的，1个月时间可以长满整个花盆。推荐给大家，初期育苗非常好，把肉养肥了再换颗粒土，然后就能又肥颜色又好，完全不需要肥料或者什么上色剂哈，纯天然上色。修根，然后是修根的问题。修根时，这样的白色毛细根是不需要修剪的，把原来的土壤抖一抖，尽量抖干净，然后直接种上就可以了。这些毛细根是植物吸收水分与养分的主干力量，如果错剪它们，肉又需要消耗自身养分再生根，就好像整个身体被掏空了一样，长此以往，你说怎么长得好？还有很多人问会不会伤根，记住一点，从你买多肉回家第1天就伤根了，肉在花盆里晃动就会伤到根系，肉换土翻盆拿出来也会伤到根系，用手抖去根系上的土也会伤到根系，正所谓没有伤害就没有买卖。家里养着小猫小狗的，主人没有不小心踢到的时候吗？所以这种操心完全是多余的啦。仔细观察这些白色的毛细根，就好像伸手在说，快给我埋起来浇水啊，不要把我剪掉。为什么把我剪了？知道我来一次人间界多不容易吗？正确的修根方式，这盆种了3年多，根系已经停止生长了，花期大小也会限制肉的生长，所以一直就这么大，但是明显能看出状态在日益变差。挖出来后发现根都变成了褐色，甚至还有一点点白色的丝絮一样的东西，这就是根粉介壳虫。这些深色的根系都是已经枯死的，加上还有虫子寄生，所以可以将它们都修剪清理掉。仔细观察会发现，几乎没有最前面说的白色毛细根了。虽然主根还是健康的，但只能很少的吸收水分与土壤中的营养来供给给肉本身，所以状态也差了。把枯死的根系清理掉后，用清水喷洗一下，就可以直接种上，等待生长新的毛细根了。前面有说到，由于使用了过多的木炭颗粒，
虽然根系生长很快，但状态出得慢，所以又翻盆换颗粒土。这次把最细部分粉尘全部都筛去不要了。颗粒土配比：70%至80%风化岩颗粒，正20%到30%泥炭土混合。很多人说韩国是纯颗粒栽种，所以状态好。其实多走几家，多翻几盆配土，你就会发现，他们也不是100%用颗粒种，多少都还是会混入泥炭土或者其他松软的土壤混合使用的。根据品种不同，会有一些差异。比如你10连一类出状态较慢的，颗粒可以80%甚至更高一点。而风车草类、鸡笼叶、鸡秋粒本身变色就很快，更需要让叶片生长得肥壮一些的，只有70%或者更少的颗粒。这里可能又有人要说，以前不是说不用泥炭土，叶糠可以代替泥炭土吗？叶糠初期育苗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后期叶糠怎么都养不好，特别是老桩还很容易死掉，所以老桩还是换成比较稳定的泥炭土。很多时候会发现我现在说的和以前说的有些出入，那是因为不是我在变，而是自己观察总结发现需要学习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和植物在一起也要学会让自己变慢，拉长时间线，很多东西不是1-2年或者几年就能看明白的，还有更好玩的在后面呢。土壤配比完成后，直接将刚清理好的肉肉种上就可以了。对于这样根系发达的肉肉来说，种好后可以直接浇水，少量浇一些就可以了，很快就会恢复并生长起来。病粒的处理，接下来是一些病粒的发现与处理。这棵老桩的露娜莲枝干底部根系已经全部枯死了，并且土壤结板严重，新的根系无法扎进去，只能暴露在空气中，然后慢慢干枯死。所以发现这种情况，要迅速挖出来修剪清理，包括底部枝干枯萎，从枯萎的枝干上方长出的气根，并且还能发现不少已经干枯死的根系。像这样长满气根的枝干，根系也是白色新鲜的，可以直接种好浇水，就没必要再修剪了。重新栽种后很快就能生根继续生长了。如果发现晚了，枝干会一点一点往顶端叶片部位蔓延枯死，所以晚发现1天就要多砍掉一部分。不过有的品种就是爱长气根，比如莲花掌法师类，还有鸡笼月、红之玉等，这些气根可以无视，并不是所有的多肉长气根就是快死了。这样的马库斯基本上可以宣布彻底死亡了，想挽救也只能修剪下最顶端再进行扦插。可以看到枝干不光枯死，已经到了干枯的底部，这才是身体被掏空的多肉板。枝干周围干枯死去的气根也很多，这些都是植物给出的信息，所以日常养护需要多多观察。挖出来的根系是这样的，早已枯死。这颗桃之卵也是很好的例子，看起来叶片也是健康的，实际注意枝干底部也枯死了，并且长出不少气根。这时就需要立即挖出来清理，先将干枯死去的枝干剪掉，然后再做处理。剪下来的切口如果是这样的，则需要继续往上修剪，直到修剪出绿色枝干为止，然后彻底晾干2至3天，再用干燥的土壤种下，等待生根即可。有的正面看起来没问题，但是一翻身发现是这样的，我二话不说，手起刀落砍掉。这样的枝干都是被感染腐烂的，要全部剪掉。如果整棵植物的枝干都是这样，那就为它准备好坟墓吧。家里的2名元老大将跟随我多年，终于还是走了。这是在夏天的时候发生的，其实夏季高温只是一个辅助因素，最主要的还是土壤结板导致根系死亡，新的根系扎不进去。夏季高温不敢浇水，植物只能依靠消耗自己的叶片来生存，慢慢就把自己耗死了。如果是在春季发现并且进行了处理，度夏是一点没问题的。还是怪我懒，没及时处理。然后是这盆我最爱的茎叶，只能拿它当案例分析了。起初发现这种腐烂情况时没当回事，当时只有1颗是这样的，烂成现在这样已经没法挽救了，必须全部拔出来换盆清理。底部黑掉的枝干几乎都要修剪掉，注意这样发黑的枝干是必须剪掉的，一直剪到叶片底部。这样的也是必须剪掉的，但是这样的注意根部位置，还能够看到白色的主根是活着的，这种枝干是不需要修剪的。把枯叶清理掉，分枝上如果有枝干萎缩比较严重的修剪掉，
剩下的继续种好浇水是可以恢复起来的。萎缩的枝干在这个位置修剪就很合适。对于这种长条状的，可以这样剪，叶片多的开始撸啊撸，发现有介壳虫迹象的，可以兑一点杀虫剂或者直接用清水喷洗下，然后就变成这个鬼样子了。估计想再长好，又得过个2-3年了。不过撸下来的叶片又能繁衍出无数的子孙来。最后我想说，也许上天就是派多肉来让我们撸啊撸，不停地翻盆种肉，撸叶片种肉，无论如何都会进入买的无限死循环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修根翻盆的内容，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